扁舟弄过几番红尘，山水就多几道皱纹。他看雾看云看行人，望我一眼就懂几分。画一次年少的一人倾倒，唯愿人间尚有心跳。天地问儿女，生前知多少？就3000弱水换偕老。人无常渺渺，凡事仍潇潇。半世爱结半世纷扰，人浮生潦草，全孤独跳摇。就3000繁华去偕老。天地初始，万物降生，九重天独统仙人妖三界。妖帝不满，暗中挑唆龙族，四海为乱。天帝命白帝与青帝带10万天兵平定，四海之战死伤惨烈，终以龙族臣服于九重天告终。此役中，白帝土地灵楚和青帝土地子轩立下赫赫战功，名动仙界。故此，青白二帝为两人定下1000年之约。师父，他们定下的约定是什么呀？两人皆仙根出众，天资过人，所以青白二帝约定1000年后大战一场，看谁的徒弟才是仙界第1人。我也想做第1人。平日里你一贯懒惰，不好好修炼，净做这些白日梦。怎么一听到为师要参加蟠桃宴，你便不顾风雪，偷溜出来跟着我了？师父，你不是说过吗？吃了蟠桃也可以帮助修炼的。你呀，这是为自己的贪吃做狡辩。知道为师为什么带你来九溪山吗？为师曾经告诉过你，你身负天下大义，可你呢，却一直不肯认真修炼，迟迟不得化形。这个人定能助你。师父，他是谁啊？他叫子轩，生而身具7杀，定能好好教导于你。3界结束便在眼前，你2人命中注定能度天下苍生，却也要受尽人间8苦。人间8苦？
子轩，我已经听到你的琴音了。无论如何，今日你是躲不了了。没想到，他竟然追到了这里。 九溪山终年是雪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是不是迷路了？你全身雪白，倒是漂亮。九溪山不适合你，你们蛇类一到冬天就冬眠，眼下你也该躲躲了。嘿，咦？ 子轩，没想到你竟然不守承诺。灵楚，四海之乱方休，你我又为何非要一争高下呢？这可是你我师父二人定下的千年之约，要你我分出胜负。千年前，只不过是随口一说而已。人人都在拿你我比较，今日胜负较量总该有个结果。灵楚，你太执着于名利心了。我们之间的较量，只不过是切磋一下，何必这么认真呢？对我而言，却不是。这条白蛇坏了事，这场比试不算，我不服！哼！你这一身的伤，到底要瞒到什么时候？全是小伤，并无大碍。小伤能让你疼成这样，有伤不去医治，反而找我较量，至少能让我输得心服口服。以你的心性，怎么会服呢？今日若不是那条白蛇坏了事，胜负难料。他日让我见到那条白蛇，定要亲手宰了他。他无端卷入，关他什么事？这是我给你的配药，可以暂时压制住你的心火。以后别总想着输赢了，分不出来不也挺好的吗？还是你对我好。不过，我可没你洒脱。灵楚，
你的心火严重到这个地步了，为什么不早说？再这样延误下去的话，会损耗你的仙力的。蛇心性凉，可以治心火。蛇一向非善类，何不用蛇心医治心火？还要费尽心思，一天一副丹药。说灵楚的心火用了蛇心，虽然可以马上缓解，但对于日后的修仙，却极为不利。可灵楚如此着急，看来昆仑山上必定出了大事。白帝向来极好颜面，此时定然不愿张扬，连半点消息都没有。现在千万不能睡，否则被取了蛇心，小命休矣啊！我还要修仙，还要四处游历，9重天的蟠桃都没有尝过，生命何其可贵啊！我只要再努力爬个3年3个月又3天，就能回到骊山啦。连死也不给我好样吗？竟然把我的脸给捏扁了！只要能灭了心火，就能赢子轩。子轩，今日这蛇心我要定了。你若是阻止我的话，这东海滨心枝是百草仙君所赠，要全用于给灵楚疗伤。如果可以用这些药材换得灵楚无恙，那再好不过了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口福。你把雪鹰子这么贵重的药材当核桃吃啊？你不知道吗？修仙之人吃1颗，便可以提升100年的功力。你可连吃了3颗。你还挺有灵性的嘛。一听到要取蛇心，连夜就跑了。看来你虽然机灵，却没有受过训练，还没出谷就被逮住了。说说你还有脾气了。看来你也能听懂人话嘛。这样吧，以后啊，我就叫你小白。小白。你不好好养伤，来我这儿干什么？听仙鹤说，你要养那条白蛇。你还惦记着那个蛇心啊？你身上的伤也有些时日了。昆仑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9重天上能将你伤到这个程度的人屈指可数。难道是？师父的性子你也清楚。待我伤好了，自会处理。
看来这一般的障眼法，确实躲不过你的法眼。你一心护着这条白蛇，倒不像你平时不管不顾的个性。我挺喜欢这条小白蛇的，它很有灵性，况且它还舍命护了我。看来他是真的怕了我。灵楚，在你的伤势痊愈之前，切记不要使用仙力，否则我也救不了你。知道了，啰里啰嗦的。这琴声有镇痛的效果，不知道对蛇是否有疗效呢？看来啊，要控制一下你的食量了，否则整个九溪山上的人都要被饿死了。糟了，蚊子没赶走，却吵醒了紫萱。小白，睡吧。蚊子扰不了我的睡眠，记住，别为了我杀生。可恶！如果能幻化成人形，就能帮紫萱穿衣服了。小白胖了，你倒是瘦了。这蛇还挺有脾气的，居然不理我。我说过了，这蛇很有灵性的。你的心火就是你的心病。修仙首要的是无为无念，而你恰恰放不下的，就是你的胜负之心。我与紫萱一同修仙，可眼下却远远不及他。其实你二人仙力不相上下，只是你受了伤，仙力受了影响。你二人均是仙革命，这些年你们手足情深，也是相互的对手，所以有件事情我必须托付于你。我用冰镜帮紫萱推算了一下，她的七杀命格是天煞孤星，命中注定是无亲近之人。但她却要经历一个生死劫，她若能顺利度过，便可位列仙班。万一又会如何？形魂俱灭，归于天地。
哇！就一门回首，此去几何？欲说还休。只念一人共你白首，管他什么前程锦绣。不想深陷一念只一天，只恨人间不够千年。雨微笑温柔为泡，雨情未了，爱千年缠绕。若记忆不会苍老，何惧轮回路走几遭？千年等待也不忘，若能重拾你的微笑。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，你是来生胸前的记号，未见分晓，怎么把你忘掉？就一门回首，此去几何？欲说还休。只念一人共你白首，管他什么前程锦绣。你是？不知姑娘从何而来，还望遵照礼教，不要逾越了界限。若记忆不会苍老，何惧轮回路走几遭？千年等待也不忘，若能重拾你的微笑。胸前的记号，未见分晓，怎么把你忘掉？若记忆不会苍老，何惧轮回路走几遭？千年等待也不忘，若能重拾你的微笑。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，你是来生胸前的记号，未见分晓。子轩，你怕我吗？你是妖，怎么能来九溪山呢？子轩，我是小白啊！你不喜欢我幻化成人的样子吗？
你是小白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修炼成人了。那我到底是人还是妖啊？当人当妖，取决于你自己。原来有了手，有了脚，当然这么方便啊！嘿，哎呀，来，快坐下。你这走路的样子，真该好好的训练一下了。我当蛇当了200年，刚刚幻化成人，我肯定是学不会这些东西的。你跟了骊山圣母才200多年，一定是雪鹰子与九溪山的环境加速了你的修为。哎，对了，这九溪山与骊山之间的距离也不近，你怎么来这里的呀？当时9重天有蟠桃大会，我跟着师傅。跟着就迷路了。我听他们说啊，蟠桃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，如果能有一个仙桃，我们就能一块吃了。你吃了仙桃，就能提高仙力修为，这样子轩就不用怕那个坏家伙了。我从未听说过蛇这么贪吃的。我饿了，我不会用筷子吗？以前都是你喂的我呀！当了人，自然要自己来吃。你看，筷子这样拿就可以了。这样拿，大拇指、食指，哎，中指放这儿，好看着。这样，拿好了之后，食指用力。来。好吃。起来。干嘛呀？我都困了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以后不能睡在这儿了。男女为什么授受不亲啊？我才刚刚化成人，要不然我还是化成原形好了。子轩参见圣母。你行事谨慎，不愧为9重天上的第1人。子轩愧不敢当。您之前叮嘱过，行事一定要隐蔽，所以子轩此次前来，绝不会让第3个人知道。有你教导，小白终于在九溪山上幻化成人。若是留在我身边，定然还得修行个1000年。小白生性机灵，拜入骊山门下，迟早化形。
这些只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。关于小白蛇，你一定有很多疑惑吧？子轩不敢擅自猜度，只是听小白说起过，他是因为蟠桃大会才来的九溪山，而此次蟠桃宴，您早已拒绝了。看来，应该是您故意而为，不想让小白留在骊山。没错。九溪山素来有结界，若非您出手相助，不然小白怎么会突破结界呢？只是子轩一直想不明白，您这样做是有何用意啊？你也说过，小白他颇具灵性，但他毕竟是妖，妖的修行之路向来难行，若是误入歧途，恐怕难以挽回。而你呢，恰恰就是最为称职的教导之人。怎么？莫不是你想赶小白走？子轩不敢。虽然我身负7杀命格，注定一生孤寡，可我一心向道，不会不明黑白的。此事子轩已经承诺了，就不会辜负您所托，一定会早日助小白修炼成仙的。你是谁啊？怎么会在这儿？对啊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明明应该在……只要是妖，擅闯九溪山，一律斩杀于剑下。我才没有擅闯呢，我一直都住在这里。胡说！这九溪山上上下下谁我不认识？我呀，我是小白。小白？我前前后后修炼了500年才修炼成人形。一个小白蛇才来了多久就变成人形了？你这谎扯的也太大了。那你得明察秋毫呀！你现在这样果断妄为，我就去告诉子轩，说你残害忠良。残害忠良？果然不是小白，跟在子轩身边，怎么会一点进步都没有？子轩，昨晚没来得及告诉你小白修炼成人的事情。所以才造成了这场误会。明察秋毫，果断妄为，甚至用上了残害忠良。看来我要好好教导你念书了。念书。来。子轩可没教过我读书。做人，行于外的一举一动，都代表着人的格。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小的细节，这些书全都背下来。斜雨撩西湖畔，借一把油纸伞，才懂了孤单。对白间想念，漫岁月长相见，断泪几滴深淡。心事把山水转弯若一场冰幻，又一世遗憾。踏下悲欢，阳过金山，情难断。一踏青石板上余生花，一步绕了平常人家。他只怕他没见过这般如花。一杯烈酒如常，如同电话，晕开几层苦辣，心脱了铠甲，才羽化。用几度轮回的世界，赴一场千子轩，当人念书实在是太辛苦了，我能不能不念书了？我可不可以学点别的呀？可以啊，琴棋书画，你想学哪一个？之前看你弹那个特别好看，我想学那个。好啊。
把情事搬上余生花，以温柔了平常人家，只怕他没这个我看不懂。你没有念书，当然看不懂了。那我可以学那个吗？行啊。这个我会。子轩，你看我摆的这个好看吗？你摆的这是什么呀？我呀，蛇。不，嘿嘿，是不是很好看呀？好看。嘿嘿，好看，那就说明我赢了，你输了。既然我赢了，我是不是可以变回原形休息一下了？我实在太累了。啊，子轩，你干什么呀？干嘛把我定住啊？我太困了，我想睡觉。做人哪有这么容易啊？眼下念书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以后遇到更大的问题怎么办呢？做人实在是太麻烦了，我不想做人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银白银白的，好可爱。既然你喜欢，那就送给你了。太好了。不过你要记住了，从明天开始，必须要好好念书。小心点。这把剑是我用九溪山的玄冰亲制的，从今以后，它就是你的佩剑了。此剑寒气精纯，适合你的功法。那我到时候要把它带到三界去游历，到时候所有看它的人肯定都是羡慕的眼神。对了，子轩，那它叫什么名字啊？那就换它挽留吧。挽留？我喜欢这个名字。孽畜，你还不知罪吗？我有何罪？看来我还没有感化到你的性格。我不愿再当你的坐骑，不论你把我囚禁多久，我都不会再向你低头。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，不但不思悔改，还再三的惹是生非。哼！现在恐怕你们也不知道黑蛟龙的下落吧？黑蛟是东海凶兽，无心无胆，集天地凶煞之气修炼为一体，本该被镇压在东海内的深渊之中。如今，却横空出世，在东海兴风作浪。是谁这么大的胆子，竟然私自将他放出来了？饕餮回了趟东海，具体情况不清楚，但蛟龙失踪，如今又在东海作乱，恐与四海之乱有关。饕餮身为东海龙王之子，自然不服九重天平定四海之举了。但是昆仑山对饕餮所为，不可能毫无察觉。饕餮身为师父坐骑，意志忠心，师父本是出于维护之意。难道白帝是在故意隐瞒包庇吗？师父念在千年情分，本想给他一次机会，
早知道就先除了这畜生，也不至于引起这场祸患。罢了，是非对错，日后自有公断。如今黑蛟尚在东海海域，这件事情还有补救的机会。你二人速将其制服，不要让他危害人间，荼毒生灵。事不宜迟了，领主，事端不可以再次扩大了。时间紧迫，我先行一步。子轩，你速去锁妖塔前来相助。你是谁？你可知这里是何处？这位姐姐仪表堂堂，看来九重天的人果然非同凡响。不过这里可是蟠桃园，就算是九重天的人，你也不能随便进来，知道吗？哦，如此说来，你对这里倒是挺熟悉的嘛。你不会是这蟠桃园的主人，西王母吧？我要是西王母，你这小妖擅闯禁地，被抓个正着，你说该当如何呢？王母娘娘恕罪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我想闯的，我就想要一颗蟠桃，我是为了帮我的朋友。我的朋友他需要这颗蟠桃，我才给他拿的。岁月一抹白头，念在指尖过程一缕忧。思念反复熬出记忆的愁，用时间围着火候。旧城有缕心流，旧梦仍在古城夜半游走，余光中倒映着你的回眸，锁成眉头的皱。数流年，回忆字字眷恋，再重现这段句残篇。为青春缘，千年的独白，正悲欢世间，化作云烟，留恋着流年。千年不过